女人表面上是给电诈园区送菜的农民，可实际上却是政府派遣的特勤人员。由于父亲的突然离世，导致他始终都无法联系上级过来营救，只能独自继续潜伏，寻找机会传递情报。这天，他像往常一样运送蔬菜，可刚到园区外围就被一群哨兵给盯上了。对方假意放行，却悄悄跟到车后。What are you doing? It's okay, but I'm not. 然而面对这种情况，女人根本就不敢反抗，可她越是柔弱，对方就愈发得寸进尺。好在情急之下，她摸到了对方腰间的手雷。很快，女人就被守卫给包围了起来。无奈的她也只好拔掉了手雷上的引线，准备跟对方同归于尽。不到5秒的时间，10几名守卫就被全部歼灭。还没等女人从震惊中缓过神来，面前就突然走过来一个5人小队。原来他们是政府派遣的风暴小队，任务是联系一个叫约翰逊的人，去秘密解救被绑架的工程师麦克。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。约翰逊是我的父亲，他人已经死了。而就在大家以为这次任务要以失败告终的时候，不料这时女人却表示自己能帮他们混进园区。很快，风暴小队便伪装成游客，将带有定位和入侵功能的手机故意被守卫抢走。技术员通过手机掌控了园区所有监控，而此时的电诈园区内正上演着人间炼狱。被拐来的猪仔们毫无人身自由，不听话就会被关进笼子鞭打、电击。男人刚入园就被摘走1颗肾底伙食费，女人则被迫穿旗袍接受电击调教，沦为欧洲客户的玩物，稍有不从便会被殴打，甚至拆了喂狗。而这时园区老大金老板突然接到政府施压电话，居然是政府军要求遣返这批人质。所有人质闻言都为即将回国欣喜若狂，唯有懂当地文字的阿明发现异常。这是隔壁撒哈拉姆地区的车牌，就算你死在那儿，也得把你剁碎了喂狗。你别想有一个零件走出他们园区。吓得只剩1颗肾的阿伟得知真相后惊恐万分，说什么都不肯上车，并死死抱住金老板的腿哀求：“你别让我上车！你不让我上车，你让我干什么呢？”金老板见状，不仅让人拍下阿伟的惨状发给其家人索要赎金，而且拍完后还示意手下将其给杀了。不等了，风暴小队行动！2名狙击手率先开火，外围守卫应声倒地，冲锋组投掷烟雾弹后如入无人之境，所过之处尸横遍野。金老板仓皇抓过阿伟当肉盾，躲进大巴，叫嚣着车底有 C4 炸药，要炸死所有人质。狙击手发现只能贯穿阿伟才能击毙金老板，2人默契配合射出2枪，成功将金老板毙命。队员老何确认人质安全时，阿伟却捡起了引爆器。再也不会相信你们这帮人。我他妈都被卖了3回了！危急时刻，小队中的女雇佣兵上前，露出肚子上的手术疤。她告知阿伟自己是受政府委托来救人的，还描述了炸药爆炸的惨状。吓得阿伟这才放下戒备，交出引爆器，解决园区外围危机后，米娅带领小队以送菜为名潜入内部，顺利找到被囚禁的麦克工程师。可就在他们成功逃脱园区守卫的追捕后，女人才想起父亲生前交代她的重要证据。最重要的证据还没拿呢，罗里和红孙里和政府官员勾搭的交易记录才是最重要的。虽然小队接到的任务只是救人，但为了能顺利的拿到尾款，队长也只好无奈的答应了冒险返回。却殊不知正是他的这个决定，让本来完整的5人小队即将迎来灭顶之灾。因为他们刚刚冒险救出的工程师根本就不是麦克，所以他们刚跟着麦克来到藏证据的房间，就有1名队员被隐藏的狙击手击毙，紧接着便又有大量的武装歹徒朝他们靠近。不过好在队长很快就发现了猫腻，一把将麦克抓为人质。外围突击兵果然立刻停火，而暴露的麦克也不再伪装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身上跟我有同样的味道。可话音刚落，2枚烟雾弹被扔进屋内。等烟雾散去以后，小队中的女队员却直接倒在了大门口。男友记事本打算上前将她拉进来，结果下一秒，曾经默契配合的5人小队只剩队长和狙击手2人，而他们能否突破重围？请看完的观众在评论区留言。